管住嘴，迈开腿。为什么国家叫你减肥？3月9号，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14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示，将持续推进体重管理年行动，普及健康生活方式。国家喊你减肥，一时间成了全网热门话题。肥胖并不只是身材问题，更是严重的健康问题。雷海潮说，有些同志体重管理的不太好，腰围大了，体重也超了，有的还患上了慢性病。作为诱因，身体的肥胖很多时候都会演变成健康的杀手。相关统计显示，中国成年人中超重和肥胖的比例分别约为34.3%和16.4%。肥胖不仅会导致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，还会增加患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、骨关节炎等疾病的风险。目前，心脑血管疾病、癌症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、糖尿病等慢性病导致的负担占总疾病负担的70%以上，成为制约健康预期寿命提高的重要因素。国家卫生健康委面向公众发布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2024年版指出，有研究预测，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，2030年我国成人超重肥胖率将达到70.5%，儿童超重肥胖率将达到31.8%。国家叫你减肥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肥胖问题不仅是个人健康的问题，而是基于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的严峻现实发出的紧急呼吁。根据世界肥胖联合会最新发布的2025世界肥胖地图，全球肥胖问题正以惊人的速度蔓延。到2030年，全球将有近30亿成年人面临超重或肥胖，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仅为16亿。以史为鉴，来看看全球高收入国家中肥胖率最高的国家美国，那里的现状就尤其严峻。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将身体质量指数 BMI 等于或高于30的人群定义为肥胖人群。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美国所有州的成年人肥胖率均高于20%，有20个州的肥胖率在35%到40%之间。阿肯色、密西西比和西弗吉尼亚等州的肥胖率不低于40%。这些肥胖人群在医疗方面的花费比健康人群人均高出3000美元，其带来的各种经济损失更是整体高达上千亿美元之多。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。在国务院公布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至2030年中，明确将保持健康体重作为健康中国行动的重要指标。体重是个人的私事，也是关乎公共健康、慢性病防治、预期寿命提升、医保资金合理使用的国家大事。2024年6月，国家卫健委等16个部门联合发布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，倡导和推进文明健康生活方式，甚至还推出了专门的食谱，针对不同地方的饮食习惯，给大家量身定做了减肥餐。可以说呢，国家为了咱们的健康，简直是操碎了心。减肥真的有那么困难吗？很多时候无非就是管住嘴，迈开腿，看牢秤。嘴馋了，想吃油炸食品的时候，换成清淡的水煮饭菜；饿了，想吃甜食的时候，换成更易饱腹的杂粮。日常上班下班，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，多走一走，跑一跑，让自己身体更健康的密码就藏在这些日常的点滴之中。对于个人来说，减肥是一场和身体习性的谈判，它需要慢慢的调整适应，最终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。对于国家来说，减肥同样是一项持之以恒的事业。正如世界肥胖地图所呼吁的，我们需要一场从政府到企业、从社区到个人的系统性变革。当健康选择成为社会主流，当食物系统向可持续转型，这场无声的战争才能迎来转机。朋友们，减重不仅是为了更美的外形，更是为了更长久的生命质量。此刻的行动关乎下一个10年的健康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，用科学饮食和规律运动为自己减负，为国家蓄能。